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最新爆点，一条喜马拉雅巨龙竟然把习近平给砸了。9月19号，国际爆破艺术家蔡国强联手高端品牌始祖鸟，在西藏点燃了3000米长的巨龙烟花。原本想搞浪漫，结果硬生生炸成一场环保公关灾难，舆论瞬间炸锅，草甸被毁，野生动物受惊，冻土可能被污染等等。而更尴尬的是，这个始祖鸟偏偏是习近平的同款御用羽绒服。于是在全网骂声里，习近平成了最惨背锅人，史上最悲催的免费代言。可巧不巧，就在这场炸山秀的同一天，北京突然官宣，总理李强要代表中共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。本来属于习近平大国外交家的舞台，如今却落在李强身上。习不敢去，李强不为，这背后意味着什么？政局的风向真的开始转变了吗？国际知名的爆破艺术家蔡国强9月19号和高端户外品牌始祖鸟跑到西藏喜马拉雅山来了一场升龙烟火秀。本来说是艺术与自然的浪漫联名，结果硬生生演变成一场环保公关灾难。多方消息披露，该方案最初计划在日本富士山实施，但因环保审批未获通过，而转场至生态更加脆弱的喜马拉雅地区。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，9月21号，始祖鸟和蔡国强最后都不得不站出来公开道歉。西藏日喀则政府也只好紧急组织调查组，依法依规处理。翻译一下，这事儿确实闹大了。蔡国强在海拔5500公尺的山脊燃放了145根扇形彩烟，从点燃的3幕烟火中轰轰烈烈炸出3000米长的彩龙，沿着山脊婉转而下，蓝白红黄绿五色交错，并伴随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从现场画面看，气势确实震撼，但很多人看完的第一反应不是哇，而是你们是不是疯了？始祖鸟一开始还辩解，声称烟火彩色粉均为生物可降解材料，其污染物排放符合环保标准。但专家纷纷批此举是无知和傲慢，令人发指。高山草甸一旦破坏，自然恢复的时间会很久很久，爆炸产生的震动与噪音对当地野生动物可谓是巨大的惊动，烟火残留色素可能渗透冻土，污染水源。于是始祖鸟的合作方又急忙帮助补充了全流程环保方案，用的颜料粉末是可降解的，活动前已把牧民的牛羊转移，鼠兔等小动物也用岩砖引导离开，燃放后清理现场，翻土布置。听起来很努力，但一切已经为时已晚。始祖鸟的理念是敬畏自然，守护生命，但炸山之举让品牌的忠实客户感到价值观被背刺，纷纷加入污染环境、抵制始祖鸟的大军。他们说，始祖鸟吃户外的饭，炸户外的山，穿始祖鸟是为亲近自然，而不是看它炸山。而蔡国强本人还曾兴奋表示，感谢当地政府全力支持我们大闹天宫。这话一出，等于给争议火上浇油。一听说还有官方背书，民间更是怒火中烧。这不仅让人看到人类的傲慢与高原生态的悲歌，更让始祖鸟敬畏自然的初心当场被炸成碎片。始祖鸟品牌1991年成立于加拿大，主要生产高端户外运动产品。母公司亚马芬体育在2019年被中国企业安踏收购，而蔡国强是中国烟火第一人，这位中国当代最国际化的艺术家之一，却是资深毛粉。蔡曾说，毛泽东的理想完全主义和他的情感影响了我们这代所有的艺术家，这次恐怕是彻底踩到环保红线。别忘了，艺术无国界，但生态有底线。始祖鸟和蔡国强本想在喜马拉雅来一场天地对话，结果演变成了全网鞭死。这不只是一次环保争议，更是一次品牌和艺术家双双大型翻车现场。要知道，始祖鸟能在中国一炮爆红，可不是靠营销，而是靠习近平打的广告。2022年1月，
习近平视察冬奥设施，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始祖鸟羽绒服。第二天，安踏股价直接起飞。习近平一出镜，瞬间成了全力带货王。始祖鸟自此在中国开始爆红。据称，这不是习近平首次穿着始祖鸟的服装，在2017年，他也穿过该品牌的夹克露面。外媒分析，习近平是为了支持本国服装公司，才刻意穿着始祖鸟羽绒外套的。但他当时一定没有想到，这个与习同款的品牌今天会在西藏炸山，在这等着习近平呢。这等于是在习眼皮底下给他上眼药。敢在中国砸领袖代言的招牌，那可不只是环保的问题了。就说最近的习近平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国内经济不见起色，军中整肃越搞越凶，外交舞台四处救火，自己本来就大权不保，现在连艺术家放个烟花，品牌炸个山，都能顺手把他拖下水。他就连穿过的一件始祖鸟羽绒服，如今也成了翻车现场的线索。看似小插曲，实则大写一个不顺。这种四面楚歌的氛围，不禁让人想提醒一句：小心了，风向已经开始改变。2025年是乙巳蛇年，偏偏又撞上习近平的本命年。民间常说本命犯太岁，诸事不利，而毛泽东属蛇，习近平也属蛇，两人相差正好一甲子60年。中共的天命自毛蛇而始，如今会不会因习蛇而终？习近平那件带火始祖鸟的羽绒服，如今又被翻出来炒作，仿佛又成了诸事不顺的一个新的标志。从一时风光到今日躺枪，蛇始蛇终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就在喜马拉雅巨龙炸山的当天，北京当局宣布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下周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，并会晤有关国家领导人。一场联合国之行，实际上背后也藏着中南海的风暴信号。这可是李强当总理后第一次官派踏上美国的土地。要知道，在过去，这种大场面理应是习近平亲自登场，毕竟习最爱的标签就是大国外交家。可问题来了，习近平自2015年亲自去了一次联合国，还风光过一回后，就再也没有出场过。不是发视频，就是派中共外交部长王毅、时任中共总理李克强去打头阵。如今本来应该由一尊出面的场合，却又落到了小跟班李强的身上，这是不是意味着习的光环开始暗淡？2015年，习近平在纽约联大一登场，简直如同95至尊的外交首秀。可10年过去，局势大变，经济低迷，内政焦头烂额，习的身体状况成疑，外界揣测不断。更危险的是，中南海权斗暗流汹涌。结果呢，习近平变成了不敢出门的领袖，舞台越大，他越退缩。想当年，李强能上位就是习近平的恩典，因为一直是习近平忠诚的小跟班，在中共20大上才被硬抬到总理位置。但那时候谁都看得出他毫无存在感，政策上毫无任何话语权，总理的中外记者会也被取消，镜头里总是小心翼翼，就是在执行习近平的命令。如今李强当上了临时主角，突然被推去纽约，还要会见多国领导人，这可不是安排出差这么简单。似乎中南海的变局已定，习近平不再能独揽大权，高层内部的权力分配已经悄悄改写，李强正在获得属于自己的外交舞台。说白了，这不是李强长本事了，而是习近平失舞台了。外界普遍认为，李强此行承载的是任务外交，传递北京的政策口风，替习近平打掩护。但从政治信号来看，真正的重点是中南海的权力格局正在转向。习近平10年前的锋芒，如今被李强的身影取代。有人戏称，当年的小跟班，如今能在纽约抬头挺胸了，而老大却只能在北京看转播。这或许就是2025年中国政局的又一个最鲜明的主角。习近平不敢去，李强不为，看似临时外交打工人，实则背后另有玄机。要知道，
习近平想终身连任，谁敢动接班人的心思，往往就是死路一条。但偏偏红朝之内，重臣各怀鬼胎，个个盯着大位，暗流汹涌。李强这些年表面忠厚，实则搬出赤老虎，如今能堂而皇之站上联合国舞台，不免让人联想，他是不是也是顺位继承的潜在人选？更有意思的是，《明报》披露，李强在中共20大当上总理之后，他在浙江瑞安的祖屋突然封禁，周围用铁网圈起，连祖坟都有人24小时看守。村民说，外人一律不得靠近。这背后就透出一丝耐人寻味的风水政治学。中国民间素有说法，祖坟葬得好，子孙就能官运亨通。如果龙脉被断，政权也要随之衰败。李强这种护祖坟的举动，既是孝道，也是野心的暗示，他在为未来的龙椅预留伏笔。只是红朝历史早已告诉我们，中共的2号人物从来都是高危职位，结局往往凄惨。李强这次虽然能借访美抬头，但能不能逃过厄运宿命呢？恐怕还要看这场大戏如何落幕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